萧炎小友放心，只要有我不朽风兰在这里，那些灭神府的魔物就别想救出那恶魔之躯。还有我们应龙神族也会全力阻止。我盘龙代表神元宫，我代表神罗殿，我代表天罗殿，只要让我们发现灭神府的魔物的影子，我们必然拼尽全力与之抗衡阻止，即便牺牲我们也毫无怨言。虽然他们之中有些来自神界域，有着来自九大界，但他们都是大纣的一份子，他们都有一样的大义。我萧炎也一样，虽然我的实力是大道主神，但我愿意出这一份力，抵御击杀一部分暗黑魔物，减少大纣中万物生灵的伤亡。萧炎的壮举也尽收大家的眼中。之后，神元宫的115瑶、苏佑薇三大主母，小龙与韩吞吞也在这里立誓，一定会以生命为代价去阻止侵犯大纣的暗黑魔物。以你的资质与天赋，在这神藏中获得一次造化机缘，说不定能够有机会让你登临造化之境。在这一群人之中，不朽风兰一眼就看中了萧炎的不同寻常的强大天赋和资质，因为他在萧炎的身上看到了别人身上没有的无尽光影，那道光影代表着大纣未来的希望，也是抵御暗黑魔物的一大最强利器。造化机缘可遇不可求，来神藏也有一段时间了，可是依旧没有遇见自己的造化机缘。萧炎带着一丝无奈之气的叹息道，但萧炎可不会因此就会放弃这次神藏中给他带来的任何机会，不管是造化机缘也好，还是大道机缘也好，还是各大神器宝物也好，他都不会放弃。对了，记得你之前说过，你对创世神火势在必得，那么就让我看一看你的实力是否可以夺得创世神火的最终归属者。不朽风兰的这一句话说得别有深意，萧炎的眉头都舒展开来，带着一丝激动的语气道，难道不朽神族长已经发现创世神火降临的时间地点？萧炎非常的聪明，他很快就理解出了不朽风兰这句话中所要表达的意思。不愧是连我都欣赏上的人，你的确与一般人不同。不朽风兰脸上带着笑意，然后开口道，你们知道我为什么会来到此处吗？那是因为在经历过那一次映照出来的世界后，我发现那是有人刻意放出的消息，更准确地说，那不是人放出的消息，而是创世神火。众人闻言，每一个人的脸上都发生了不一样的变化，他们带着震惊与不解之色看向不朽风兰。什么？这之前给你们放出创世神火消息的，竟是创世神火自己？如果换一个人说出这句话，或许没有人会去相信，但是眼前的这位乃是不朽神族的神族长，他拥有的完整不朽之力，可凝聚出不朽之眼，可洞悉一切事物的本质，包括之前那个映照出来的世界，便是被不朽风兰的不朽之眼所破。如果换作是其他神器强者的话，或许还真的会被创世神火一手映照出来的世界永远的陷入其中，直至映照世界的毁灭而灭亡。我有些无法理解了，这么说创世神火已经出现在神藏中了？神罗殿殿主整理了一下自己凌乱的思路，然后询问道，非也，虽然之前的映照世界是创世神火的手法，可这并不代表创世神火已经降临。如果创世神火降临，那么一定会引起万界异象，可现在并没有任何的万界异象，这就说明创世神火还未降临。不朽风兰的这一番解释让大家的思路不断的来回打转，根本无法理解其中的真正意思。为什么创世神火还没降临，但那映照世界又是创世神火的手段？如果没降临，那手段如何在神藏中展现出来，更是引诱那些神奇神灵过去？每个人都感到百思不得其解，感到十分的诧异。望着每个人的脸上都挂着疑问之色，不朽风兰将此次来此的目的正式的一五一十讲述出来。那应该是创世神火之前就遗留在神藏中的一道火苗所映照出来的一方世界，而我们当时也差点就永远的陷入那映照世界中，不过还是有一些大能者被困在了那方世界中，而逃出来的只有我们不朽神灵和神奇联盟的那些人。在我们顺利逃出这个映照世界后，我就开始动用我的不朽之力，再次开启不朽之眼，最后发现在这里的一片区域中，感知到一道被残留的火焰波动，而那火焰波动与之前映照世界中的火焰气息非常的相似，就加速穿梭，然后就与你们相遇了。在大家听完不朽风兰的讲述之后，他们的内心掀起万丈的巨浪在激荡着，更是对创世神火的恐怖力量而感到震惊中的震惊。一道遗留的创世火苗就能够映照出一方世界，这恐怕连我们这些造化主神都无法做到吧。身为造化主神的双龙尊主都震惊无比，这还仅仅只是创世的一道火苗遗留，那么要是真正的创世神火降临，那将对世间对万界会带来什么样的难以想象之异象？所以说
在这无灵地带中存在着一种火焰，有可能是创世神火。盘龙双手抱胸，一副沉思的模样，沉声道：有这种可能，但我也不确定是不是就是创世神火，只能说这里深处定然存在着一种火焰。对于他自己的不朽之眼奇能，那是有着绝对的自信，更不会出错，在这里定然存在着某种火焰。萧炎的目光看向四周那充满死寂之气的无灵地带，在他的感应中根本无法探查出这里深处存在着火焰的波动，心中对不朽之眼的奇能感到吃惊，没想到自己的大道神魂以及对炎之一道的掌控都无法探查出这里存在火焰的气息。这一刻，萧炎对自己的炎之一道还需去领悟其中更深层次的玄奥才行。如果这里的火焰波动真的是创世神火，那么属于你的造化机缘也就随之降临了。但是创世神火对于我们不朽神族来说也非常重要，到时候一切靠自己的能力去夺取。不朽风兰带着一抹来自成熟魅力中年女子的微笑，看向了萧炎那充满着锐气的脸上。萧炎面对着这位不朽神族长的目光，丝毫不减自己身上的锐气，回应道：好，能够与不朽神族长前辈争夺，也算是小辈的荣幸。至于创世神火的归属者最后究竟是谁，现在我们可都不能下定论。哈哈哈，好气魄，你让我很是欣赏，希望到时候看你有什么能耐从我的手中夺得创世神火了。一道清脆的笑声响起，身为不朽神族的神族长已经很久没有对一位下界来的生灵能有着如此的称赞了。他们这些神灵的身份乃是无比的神圣与严尊贵，下界的任何一位生灵见到了都只能是膜拜臣服。如果让神灵称赞下界生灵，那都是一场修来可遇不可求的巨大荣幸。而这样的荣幸一般都会发生在萧炎的身上，因为他有与众不同之处。对了，我们不朽神灵在神藏中也获得了不少的机缘和宝物，不如我们一起组成一个小队，前往这无灵地带的深处探一探究竟如何。如果遇到灭神府的那些暗黑魔物，至少有个照应。当然，我们不朽神族现在的目标只是创世神火，而其余的机缘和宝物我们都不需要，一切归于你们自己分配。你们的人更加需要一些机缘宝物来提升自身的修为。这时，不朽风兰的目光看向了实在只有在半道神和天位神的夭夭和小龙等人的身上。不朽神族长前辈，恕我直言，其实我们并不了解彼此，而且我也不相信天上会掉馅饼，所以您还是直言吧。经历过太多的事情，萧炎自然懂得其中的含义，况且他们乃是不朽神族，不说身份高贵，更是拥有比在场的所有人都要强大的实力，如此的优势，为何还会选择与他们合作？虽说组成一个小队看似是对抗灭神府的那些暗黑魔物做准备，实则除了这一个原因之外，定然还存在着另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望着萧炎那小心谨慎的模样，不朽风兰倒是没有看错人，他也笑了笑道：萧炎小友还是有所提防啊，有这样的谨慎心还真是在你这样的年纪上很少见的。既然你也问到这个问题上了，如果我不答，或许与你们组成的小队怕是不会实现了。我与你们组成这个小队，一同进入无灵地带的深处，是因为在那之中存在着一个来自我们神界域世界遗落的宝藏，而那个宝藏对于我们不朽神族来说非常的重要。但是想要成功获得那个宝藏，就需要3位造化主神以及10位大道主神的力量，才有机会夺取。不朽风兰也将隐藏在自己心中的秘密告知了大家，紧接着他又补充道：而且我之前感应到的那股火焰波动的位置，似乎也是从那里传出来的，说不定存在着创世神火的消息，也说不定。这句话不朽风兰其实是讲给萧炎听的，因为他已经知道这些人似乎都以萧炎为主，就连应龙神族的神灵也是如此，所以只要搞定萧炎，那么这帮人就会随之拿下。神界域遗落的宝藏，不朽神族长说的难道是通天木？大龙尊主说出这个最后4个字的时候，明显语气都加重了许多。而通天木4字传入大家的耳朵中时，他们的神魂都是带着一丝震颤，这是对通天木而感到的敬畏。通天木，这是什么一个地方？虽然知道这是一个不简单之地，但为了安全起见，还是需要了解清楚。如果盲目进入的话，肯定会更加的危险。这通天木的主人在天古纪元时期，乃是一位造化主神的级别大能存在，实力更是比起老不朽神长还要强大几分。而且这位大能为了想要踏入无上之路，专门为建立了这通天木。比不朽神族的老神族长还要恐怖，众人震惊无比，显然被这通天木主人的恐怖实力给吃惊到了。